济公为什么能被封神？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在给自己修神龛的年代，我们修饰银行卡余额，修饰朋友圈的人设，修饰那颗早已被重力压扁的心。可800多年前，在山河破碎、人心浮动的南宋，出现过一个完全相反的存在。他本是士族出身，却脱下绸缎，扎进泥潭。他把自己活成疯子，却成了世代华人心中照彻红尘的一盏灯。他叫济公。今天我们不讲神通，也不讲传奇，我们拆结构。为什么他能被封神？华人文化很少随便封神，能被世代记住的人，往往代表着一种理想人格模型。济公之所以被封神，不是因为他会法术，而是因为他身上出现过一种普通人难以长期维持的生命状态。那种状态叫卸载自我的重力。我们活在相里，身份、职位、名声、体面，这些原本是社交的润滑剂，却慢慢变成压住灵魂的铅块。怕丢脸，怕位置不稳，怕评价失控，这种怕就是我执的重力。济公做的第一件事是以相破相。他穿破鞋，摇烂扇，在酒肉与泥泞之间行走，那不是邋遢，那是主动拆除所有可以被世俗抓住的外壳。当一个人不再维护体面，羞辱失效，诱惑失效，交换也失效。他不是变脏了，他是变轻了，轻到红尘的万丈引力再也拉不住他。慈悲不制造债务，很多人记得他戏耍财主，却忽略他如何面对真正的苦难。现代的善常常带着交换逻辑，布施是为了功德，救人是为了感激，这种善会在对方心里留下心理债务。但济公不同，他救人往往通过荒诞的方式，治好了病让你以为是巧合，解了困让你觉得不过闹剧。他宁可让你觉得他是疯子，也不愿让你背上一辈子欠他的枷锁。真正的慈悲是帮你却不占有你的感激，这是一种极深的无我。不住香布施，他不施舍，他改系统。济公不是简单给钱，他拆的是人的执念结构。红尘的苦往往不是物质匮乏，而是贪、嗔、痴造成的循环。有人因贪财失家，他毁其财，反而保其人；有人因虚荣走投无路，他让其出丑，名利心断，活路自然生。他像一个进入底层代码的黑客，不修补表象，直接修改运行环境，这叫智慧，不是聪明，是结构理解。为什么我们把它封为神？或许我们之所以把某些人封神，不是因为他们超越人类，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短暂地出现过一种我们渴望却难以持续维持的状态。彻底的无我，纯粹的慈悲，清醒的智慧。现实太重，普通人承载不了这种状态太久，于是文化做了一件极聪明的事，把这种人格模型保存在
神话里。济公有一句话：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翻译出来是：外相不可学，内核才可修。学他破衣烂衫，只是堕落；学他卸载重力，才会自由。我不是叫你去当疯和尚，我是希望，当你面对名利的焦虑、规则的压迫、体面的束缚时，问自己一句：这是结构需要，还是我在抓？皮囊可以对生活低头，灵魂必须卸载重力。当你既能看穿规则，又能温柔待人，既能承担角色，又不把角色当成我，那一刻，你已经拿到了属于你的入场券。济公不是传说，它是一种可能，一种身在红尘却不被红尘定义的可能。我是恒之，我们下一集继续拆 AI， 拆算法。如果济公活在当世，他会被拉去直播间。